2026年刚开年，黄金价格已经冲破了$4300大关，去年底甚至一度摸到了$4500的历史天价。看住那根红色的柱子一直往上窜，你是不是心痒难耐，觉得再不买就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的发财机会？但回头看看股市，虽然还有余温，但那种随时可能崩溃的焦虑感是不是让你晚上睡不住？汇市更是乱成一团，美元和黄金这对老冤家竟然在玩同步走。这种反常的行情数据背后，藏着的是全世界对债务和动荡的恐惧。今天我就要撕开这层皮，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为什么黄金越涨你越想追，越跌你越不敢买，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纵你的大脑，以及在这种疯狂的趋势下，真正的赚钱机会到底藏在哪里？先看看现在的真实数据，黄金从去年到现在涨了超过60%，这种涨幅在过去40年都没见过。而美国的债务危机、地缘冲突，像是一把火把金价烧得通红，分析师甚至预测2026年底能看到5000甚至6000美元。你现在心跳加速了吗？我就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大约在几年前，金价还在低位徘徊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是个对黄金嗤之以鼻的聪明人。我觉得那玩意儿不生利息，就是一块破金属，巴菲特都不买，我凭什么买？那时候金价每盎司才1000多美元，市场上一片哀嚎，大家都说黄金时代过去了，我看着价格跌，心里想的是还会再跌，等跌到1000再说。结果呢，它没跌，它开始涨，涨到2000的时候，我说这是泡沫，别去接飞刀。涨到2500的时候，我开始坐不住了，每天刷新闻，看那些大妈在金店排队，我心里想，这些人疯了吧？可到了3000、4000，当我身边那个连股票代码都分不清的小舅子竟然靠买黄金赚了一辆车的时候，我的贪婪彻底被点燃了。我开始疯狂的找理由说服自己，什么乱世买黄金，什么去美元化，其实这都是借口。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是，我要发财，我不能看住别人赚钱，我却在原地踏步。这就是人性的贪婪。当价格在高位时，那种错失恐惧症会让你大脑失去理智，你会觉得涨势会一直持续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越涨你越想追，因为你看到的不是风险，而是别人兜里的钞票。可讽刺的是，当金价真的回调，比如最近从4500回落到4300，你又缩回去了，你开始怕了，你怕它会崩盘，怕自己成了最后一个接盘侠。我就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当初4500的时候你嫌便宜想冲进去，现在4300了你反而不敢买了，这不是矛盾吗？其实这就是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从来不是在投资价值，我们是在投资情绪。你追涨是因为看见别人在爽，你不敢买跌是因为你害怕孤独的亏钱，这种心理不改，你永远都是那颗最肥美的韭菜。真正的赚钱机会，从来不是在大家都在狂欢的时候去凑热闹，而是在大数据告诉我们市场进入非理性亢奋时，冷静的看清背后的逻辑。接下来我会继续分析，在这种$4300美元的高位，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如何利用别人的贪婪来成全我们自己的财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去超市买菜，看到猪肉打折，鸡蛋减价，我们恨不得冲过去把货架搬空，觉得占了大便宜。但为什么到了投资市场，黄金从$4500美元跌到$4200美元，你反而觉得这东西要崩了，缩着脖子不敢动？这就是人性最致命的弱点。我们在消费时是理性的，在投资时却是极度感性的。我再讲个我哥们儿老李的故事，这哥们儿平时省吃俭用，买件衬衫都要对比3个平台，结果去年金价4000美元的时候，他天天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买，我说风险高，他非不听，他说老子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猛的涨势，再不进场这辈子就完了。他那种眼神我现在都记得，那是燃烧着贪婪的火光，完全看不见危险。后来他真的在4400美元的高位梭哈了，结果呢，金价前阵子稍微震荡回调了一下，跌了不到5%，老李吓得整晚睡不住，天天盯着那个分时图，手心全是汗，最后竟然在低点割肉离场了。割完肉不到3天，金价又弹回去了。这就是典型的越涨越追，越跌越怕。其实你的大脑一直在骗你，它让你把价格高误以为是安全，把价格跌误以为是垃圾。你买的不是黄金，你买的是一种大家都说好的安全感，但这恰恰是投资中最危险的东西。现在2026年的行情数据摆在眼前，美元虽然强势，但各国央行还在疯狂囤金，这说明什么？说明大资金在趁着回调默默吸筹，而你却在因为那点小波动吓得尿裤子。你想赚钱吗？想赚钱就得逆住人性走，
当你感觉到恐惧，感觉到周围人都说黄金不行了的时候，那往往才是真正的财富大门留给你的那条缝。现在的赚钱机会不在于你能不能预测明天涨不涨，而在于你能不能在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建立起你自己的分批进场逻辑。别想着一注发财，那叫赌博，不叫投资。真正的聪明人是在金价下跌的时候，像去超市捡打折鸡蛋一样，一点一点把筹码拿在手里。我问你，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块，你是愿意在4500美元的时候跟住大家一起喊口号，还是愿意在4200美元的时候安安静静的低头捡钱？说真的，很多人听完前2集会跟我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克服不了心里那关，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最笨但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我在金融圈摸爬滚打10几年总结出来的。机械化你的贪婪，数字化你的恐惧。大家看现在的数据，2026年全球通胀虽然降了一点，但地缘政治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就是为什么金价跌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我再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有一个学员，他之前也是那种追涨杀跌的典型，后来我教他一套漏斗式进场法，简单来说，就是别管现在是4300还是4500美元，你先把资金分成10份，当价格每往下跌1%的时候，你就丢1份进去，如果价格往上涨，你反而要缩手，这就叫逆向思维。他用了这套方法后，在去年底那波大回调中，所有人都觉得黄金要崩了，要跌回3000了，他却在那里嘿嘿傻笑，分批接货，结果这波反弹回4300，他不但没亏，反而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因为他利用了别人的恐惧，当大家都在卖的时候，他成了那个收废品的，而这些废品其实是发光的金子。你现在看住屏幕，是不是在想，万一买了还跌怎么办？我问你，黄金这东西几千年来归零过吗？纸币可以变废纸，但金子永远是金子。现在的赚钱机会其实就藏在那些假摔里。你看现在美联储的动作，表面上强硬，实际上债务压得他们根本不敢维持高利率太久。一旦放水信号出来，金价冲破5000美元只是时间问题。你现在不趁着震荡回调的时候布局，难道真的要等涨到5000美元，全社交媒体都在刷屏的时候，你才冲进去给我们这些老鸟接盘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越跌你越要兴奋，因为那是上帝给你打的折。生活里你买打折货会高兴，投资里你更应该学会这种捡便宜的快乐。别再被那根绿色的 K 线吓破胆了，你要看的是背后这叠钞票到底还值不值钱。聊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人性的贪婪、恐惧，还有实战的方法论都说透了。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关掉视频后，一看到行情波动，心跳又回到了120。我想告诉你，这世上最贵的税就是认知税。你之所以越涨越想追，是因为你骨子里有一种怕掉队的集体焦虑。你之所以越跌越不敢买，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财富。我入行这么多年，见过无数人在4000美元犹豫，在4500美元疯狂，最后在4100美元绝望。但我也见过那5%的人，他们在市场最安静、最冷清的时候，像猎人一样耐心的等待。2026年是一个财富大洗牌的年份。数据显示，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庄家已经把保险柜锁死了。现在的每一次下跌，其实都是庄家在震仓，就是想把你们这些心态不稳的人甩下车。如果你问我现在还有没有赚钱机会，我的回答是有，而且很大。但这个机会不是给那些每天盯着5分钟分时图看的人，而是给那些能看懂未来3年大趋势的人。真正的赚钱机会就在于你敢不敢在大家都撤退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死规律，只要跌破某个关键位，我就进场，雷打不动。你要记住，投资不是体力活，而是脑力活，更是心理战。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手，不随便去点那个全仓买入；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的眼，不去理会那些煽动焦虑的噪音，你已经赢了90%的人。这份2026投资清单很简单：第一，永远留有现金，别让自己陷入没钱补仓的绝望。第二，把黄金当成资产，而不是投机的筹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你感到最恐惧的时候，强迫自己去读这段视频的笔记。很多人跟我说，老师，我手里就那么几万块钱，就算黄金涨到1万美元，我也发不了大财啊。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你以为投资赚的是那几个点的差价吗？错，投资赚的是认知带来的阶级跨越。我讲讲我20多岁时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手里也没钱，但我学会了一个道理，所有的财富大爆发都源于对主流情绪的反向操作。
当年房地产刚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在观望，说房价太贵了，要崩了。结果呢？现在你看住黄金，觉得$4300太贵了，觉得买不起，但你没看到的是，全球的货币都在像水一样被稀释。2026年的今天，你手里的10万块，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3年前的7万。你以为你在守财，实际上你的钱每天都在蒸发。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越涨你越想追，因为你本能的感觉到钱不值钱了，你在恐慌。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赚钱机会，这不是让你去买卖那点实物金条，而是要你看懂资产置换。那些有钱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在把容易贬值的信用资产换成抗通胀的硬资产，这就是一场无声的财富搬家。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那1%或2%的波动，你这辈子都只能在底层打转。我要你站高一点，反问自己，如果2026年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你愿意当那个看住金价飞涨而捶胸顿足的观众，还是愿意当那个即便只有一点点筹码，却坚定站在正确赛道上的玩家？这不是在赌博，这是在为你的未来买保险。别再跟我说你不敢买，你不敢买的本质是你不相信自己能赢。记住，财富永远流向那些在混乱中依然能保持冷静，并且敢于在没人敢进场时分批布局的人。大家听了我前面讲的，可能现在已经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开户冲进去，但我现在要往你头上浇一盆冷水，你以为进场很难吗？不，离场才是真正的艺术。2026年的行情走到现在，金价在$4300上下跳动，这就像一场极限拉扯的拔河比赛。我有个真实案例，我有个学员老张，他在2024年金价2000多的时候进场，一路上涨到3000、4000，他的资产翻了1倍多。去年底金价冲向4500的时候，我建议他先出一半，落袋为安。你猜他怎么说？他跟我说，老师，现在形势大好，网上都在说要涨到$10000，我现在卖不就是卖飞了吗？这就是人性中另一个魔鬼，永不满足的贪婪。结果后来一波回调到4100，他不但没把赚到的钱拿走，反而因为加了杠杆，差点把本金都赔进去。我想问问大家，你进场的初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个冷冰冰的数字，还是为了改善生活，给家里换套房，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如果你赚了钱却不拿走，那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就只是一场梦。现在202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全球虽然都在买金，但流动性也在收紧。当你在街头巷尾，甚至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在讨论黄金是唯一的避风港时，那就是你该保持最高警惕的时候了。我的赚钱机会清单里，最后一项永远是设置你的止盈止损线。这听起来很专业，其实生活里随处可见。就像你开车，不能只看油门，你得知道刹车在哪。当黄金真的涨到你预期的那个目标，比如$5000，你能不能忍痛割爱，先撤出一部分？真正的赢家不是在最高点卖出的人，而是在回调之前已经拿着利润去喝咖啡的人。这波2026年的财富列车，我希望你是坐在头等舱安全到站，而不是在火车失控冲出轨道时还在车上狂欢。大家听了这么多，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黄金涨也罢，跌也罢，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全是你内心的恐惧与贪婪。现在2026年市场上的数据乱象横生，有人说美元要崩溃，有人说比特币要取代黄金，还有人说世界经济要大倒退。我告诉你，这些噪音你听得越多，你亏得越快。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根。我讲讲我当初最穷、最落魄的时候，那时候我手里连买1克金子的钱都没有，但我做对了一件事，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研究那些真正赚到钱的人是怎么思考的。我发现，真正的有钱人，他们在投资时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机器人思维，他们不会因为涨了几百美元就兴奋的去开香槟，也不会因为跌了几百美元就觉得世界末日。他们看的是什么？是筹码分布和时间价值。我想反问荧幕前的你，如果你每天盯着金价看，那你的时间成本是多少？如果你为了赚那几千块钱，搞得自己工作没心思，家庭没温暖，晚上睡不住觉，那我告诉你，你这笔投资已经亏大了，因为你把最贵的资产，你的精力和时间赔进去了。2026年的赚钱机会，其实不在于你买了多少金子，而在于你能不能透过这波黄金狂潮，磨练出一套属于你自己的冷静交易系统。当你学会了在$4300冷静观察，在回调时果断出手，在疯狂时悄然撤退，你这辈子就不会再缺钱了，因为你掌握了财富的密钥。生活中也是一样，为什么你总是追不到好机会？
因为你总是在追着影子跑，而忘了自己才是那个发光体。这最后一段我想告诉你，别再被黄金牵着鼻子走了，你要做那个牵着市场鼻子走的人。当你不再想追和不敢买，而是根据自己的节奏，像老猎人一样安静的守在那里，所有的财富都会自动跑进你的口袋。好了，我把自己压箱底的经历和教训都掏给你了。这不仅仅是关于黄金，这是关于你如何面对这个疯狂的世界。如果你觉得这几段内容真的让你醒悟了，请务必点赞、收藏并分享给你最关心的朋友。也许你的这一个动作就能让他避免一次倾家荡产的错误。别忘了关注我，在这个财富动荡的2026年，我会一直陪着你，帮你看清迷雾，守住财富。评论区最后留下一句话：2026，我说了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能坚持看到最后，并真正做出改变。最后还是那句老话，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所分享的一切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分析与生活经历，不作为任何具体的买卖建议。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请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判断，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市场永远在那里，而你的心态才是决定你赢到最后的唯一关键。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